独臂大侠和2个孩子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你保护太子，我去前面树林看一下，可不可以找到东西吃。袁若飞前脚刚走，左云灵就跟了上来。左云灵，在这里遇上大魔头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狼孩护着太子奋力逃脱，左云灵冷哼，眼中充满杀气，一个闪身就挡住了狼孩和太子的去路。狼孩推开太子，让他先跑，抽出五棱剑攻向左云灵。可他怎么是左云灵的对手？2个照面就被打翻在地。左云灵直奔太子，狼孩跃起抱住左云灵，拼命保护太子。左云灵把他甩到地上，又被抱住了腿，这下彻底激怒了左云灵。宝儿，太子还不快点走，快走啊！狼孩死活不肯放手，左云灵恨得直咬牙，使出了杀招，一掌击碎了狼孩的头骨。忠诚的狼孩临死还不忘主人。仇人！解决了狼孩，左云灵奋起直追。可就在他追上来之时，袁若飞也赶到了。得知狼孩有危险，袁若飞抱起太子就往回跑。躲在暗处的左云灵见到袁若飞，吓得不敢露头。袁若飞赶来之时，狼孩已经气绝。狼孩一生命苦，刚出生就被父母抛弃，被狼群养大，之后跟随袁若飞闯荡江湖，忠心不二。袁若飞发誓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谁杀的？是左云灵。袁若飞带着太子继续赶路，可这时左云灵已经找来了帮手金童玉女。袁若飞，就我一个人你就难以应付，何况现在有金童玉女在身边。有金童玉女在旁助阵，左云灵有恃无恐，率先出招。袁若飞背着太子与之交手一处，可几个照面下来，太子就坚持不住了。我好累啊，袁公子我没力了。左云灵再次攻向袁若飞，就在2人交手之际，金童玉女趁机捉住了太子。袁公子，袁若飞分神之际，身中2掌，被左云灵打翻在地。就在左云灵要痛下杀手之时，传来破空之声，黑衣人一掌打翻了左云灵，扶起袁若飞，施展轻功而去。原来是东海神尼的徒弟长平公主。隐居东海的长平时刻记挂着太子，这次下山就是为了保护太子。长平询问扬州战况如何，袁若飞长叹：扬州已经失守了。多尔衮和吴三桂用红衣大炮攻陷了扬州，周世显生死不明，史可法宁死不详，死在了左云灵手里。事到如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救出太子。2人当即起身追赶左云灵。此时，左云灵和金童玉女还在猜测蒙面人的身份。左云灵看出蒙面人的身法是东海神尼的独门轻功清风一缕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传来破空之声。袁若飞一剑就将玉女砍翻在地。左云灵急忙抓住太子为胁：长平，你还没死吗？我没那么容易死。现在太子在我手上，只要你再踏出一步，我马上杀了他。 2人不敢妄动，只好先放左云灵离开，再找机会营救太子。左云灵几人逃到了一处山洞，玉女被袁若飞的五棱剑刺中要穴，性命攸关。左云灵当即为她服下一颗丹药，不想玉女竟全身抽搐，晕死了过去。周总管，求你想办法救救他，只要能救他，就算我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左云灵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现在只有耗费真气为玉女打通经脉这一条出路了。周总管，你救救他。 好，我尽力一试。左云灵让金童在洞外守关，天亮前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除非我先死，否则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进去。左云灵将玉女抱进山洞，看着奄奄一息的玉女，她却露出了一副邪恶的嘴脸。女子喝了一口水后，全身抽搐，晕死了过去，被男人抱入山洞。文湛大哥，我好辛苦。你当然辛苦了，因为你吃了我那粒药丸。 使得你五脏剧烈，热血沸腾。左云灵拉起玉女，催动化功大法，开始吸食她的内力。金童玉女的纯净内力，左云灵觊觎已久。片刻过后，玉女就功尽力竭，虚脱而亡。现在轮到金童了，你可以进来了。金童带着太子进入山洞。燕妮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伤得太重，我救不了他。 金童玉女同生共死，玉女不在了，金童也不愿独活，就要自尽当场。左云灵急忙出手将其拦住，不要浪费了功力。如果你死了，谁替铁木燕妮报仇？长平公主武功那么高，我又怎么才能给她报仇呢？没错，就算你我2人联手，也未必能打赢长平和袁若飞。只要你肯将一身的功力给我，这样一来，我的功力就会高过长平。玉女已经死了，金童生无可恋。 我就将我的武功交给你，你帮我们2个报仇。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帮你们兄妹报仇。可怜的金童玉女双双葬送在了左云林手里。这时，追杀左云林的长平和袁若飞也赶了上来。左云林真是武学奇才，我每见他一次，武功不但有增长，但他的招式仍然破绽。我已经想到了破解他的方法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长平公主看向袁若飞的断臂，不忍让他再为皇室奔波。虽然只剩下一条手，但我仍然是中原桃花剑袁若飞。谈话间，左云林挟持太子走出了山洞，两人起身拦住左云林。太子在他手上，两人不敢妄动，步步紧逼之下，太子趁机咬了左云林一口。袁若飞当即出手攻向左云林，左云林用太子挡下迎面一剑，突出一掌击退了袁若飞，带着太子逃离。长平还想追击，被袁若飞拦住。眼见左云林逃脱，长平心中不甘，再看袁若飞已经被左云林这一掌打得气血翻涌。想不到一夜之间，他的功力增加了这么多。刚才这一掌非常的厉害。长平冷静下来，也是顿感疑惑，左云林的功力恐怕已经在自己之上了。袁若飞察觉金童玉女不见了，左云林功力大增，可能和他们有关。长平扶着袁若飞，决定进入山洞看看情况。见金童玉女的尸体一点伤痕都没有，都是功尽力竭，虚脱而亡。左云林为了提升功力，真是不择手段。看来我们要回蓬莱岛找师傅帮忙。我袁若飞做事一向不求助于人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左云林现在武功那么高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袁若飞认为左云林虽然内力深厚，但武功招式仍有破绽，只要以巧取力，在剑招上一样可以置他于死地。我袁若飞顶天立地，自己的仇一定要自己了断。袁若飞决定的事没人能改变，长平只好独自返回师门求助东海神尼。袁若飞安葬了金童玉女，决定先留在深山苦修剑法，创出克制左云林的剑招。左云林现在功力深不可测，如果近身交手，自己必败无疑。但如果不给左云林近身机会，即使他有深厚内力，也无处施展。就在袁若飞苦思破解方法之时，无意间捡起树枝丢了出去，两根树枝相撞一处。袁若飞又拿起一根树枝，若有所思，又抛出一根，第二根树枝抛出，击断了第一根树枝，插在了树上。袁若飞终于想到了击败左云林的剑招。独臂大侠打开锦盒，里面正是陪他征战半生的五棱剑。这把五棱剑专点死穴，入肉半分就能取人性命。宝剑都是有灵气的，袁若飞视它如生命一样重要。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可如今宝剑被折断了，袁若飞先断手臂，再断宝剑，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？这是袁若飞与左云林的生死之战。袁若飞创出独臂剑法，胜券在握。左云林吸取了金童玉女和江香生的功力，功力大增的他根本不把袁若飞放在眼里，赤手迎战袁若飞的五棱剑。一个功力深厚，罡气护体；一个剑法通神，专点死穴。两人仇深似海，这一战精彩绝伦。左云林将内力注入双臂，刀剑不破，几个照面就锁住了五棱剑。袁若飞一脚踢翻左云林，反手一剑刺入他的腹部，没人能在五棱剑下逃生。不想左云林大臂一挥，竟折断了五棱剑，左云林仓皇逃离。袁若飞看着被折断的宝剑，左云林被五棱剑刺中了关元穴，他活不了了。却不想回到皇宫的左云林竟安然无恙，真是奇迹！国师大人，恭喜你啊！为袁若飞刺中一剑，几乎没命，你还恭喜我？你看一下这把剑尖，一点血迹都没有。左云林接过断剑，果真没有血迹。为什么这样？国师大人，你腹部的伤口开始愈合。太医扶起左云林，他看出左云林修炼的先天罡气未真化境，才让五棱剑破皮而入。左云林一把揪过太医：“你敢偷看我练功？”太医急忙解释，当年曹化纯修炼先天罡气时也受过伤，我帮他医治过，才略懂一二。左云林狂喜，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就要练成先天罡气了。再过一段日子，我就像爹一样刀枪不入，对不对？太医直言，他发现左云林体内有3股超出常人的真气，练成先天罡气之日，功力一定远在曹化纯之上。左云林眼神冰冷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把太医赶了出去。左云林拿过辫子，发现自己长出了许多白发，看来真的快要练成先天罡气了。满头白发之时，就是罡气结成之日。左云林跪倒在地，曹化纯尸骨无存，没有墓碑灵位，他只能高挂画像以尽孝道。孩儿保证，一定要用阿爹你生平的绝技，为你老人家报仇。
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左云灵势必将袁若飞挫骨扬灰。彼时，袁若飞正带着陪他征战半生的五棱剑走入丛林深处，选了一处依山傍水之地，亲手埋葬了师父赠给他的这把神兵。袁若飞起身回到了破庙，得知左云灵伤势复原，他震惊不已。为什么他中了五棱剑，还复原得那么快？先断手臂，再折兵刃，袁若飞心如死灰，却不知此时长平公主已经为他找到了一柄神兵利器——东海神尼的佩剑玄寒剑。玄寒剑是至阴至柔的宝剑，用它来对付左阴灵是最合适的。多谢师父。